情定为民，相许此生。欢迎大家来到未定事件部情定为民2周年特别节目，我是在未定事件部中为严威配音的冷泉夜月，同时也是本次特别节目的主持人。今天呢，我们以一个特别的形式邀请到了我们的4位声优老师，与大家一起庆祝未定事件部的2周年。那么，请各位老师和大家打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金贤，在未定事件部中为夏燕配音。欢迎金贤老师。Hello， 大家好，我是赵洛，在未定事件部当中为金云律师索然配音。来，鼓鼓掌，鼓鼓掌！欢迎陆哥，欢迎陆哥。大家好，我是姜广涛，在未定事件部当中为莫弈配音。欢迎姜 Sir。嘿，大家好，我是杨天祥，在未定事件部中为陆景和配音。热烈欢迎4位老师啊！在今天的这个节目中呢，我们会首先通过一些小游戏，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在未名市留下的一些回忆。然后呢，会有一位神秘的嘉宾来到现场，为大家揭晓这个2周年的全新的游戏情报和福利。那除此以外呢，我们还准备了一支特别的周年纪念短片，当然了，还有一定不可或缺的3轮的周边礼包抽奖、游戏内的兑换码的发放，以及等等的福利等待着大家，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哦。首先进入我们这个游戏环节，游戏呢一共有2种，第一种游戏呢叫做快问快答，我们一共准备了8道题目，然后我想看一下4位老师是不是已经拿到了这个题板了，我们来确认一下。是的，我找一下。我看看是，让我们是这个，拿到我们的题板，都拿到了啊，拿到啦。好的啊，我这儿也有，我这儿也有，给大家展示一下。好的，是8道。OK， 好。那么是这样子的，一共8道题目，老师们可以依次在1到8的这个数字中呢选择自己喜欢的数字，并念出呢数字对应的题干。4位老师可以同时的作答，可以抢答也没有问题的。一旦我们8道题里面累计到了4道题答对，就可以解锁这个兑换码的奖励。那么我们要不要就开始？这个第1道题，谁先来说个数字？我们哪位老师先来说数字？先来。好，田老师举手了，那么就田老师来吧，给我们一个数字。举手是有效的哈。好嘞。那我有效。田老师举手有效。哎呀，这是限定的，那不至于。我随便说一个数字，对不对？对，随便来个数字。那第1题就第1题嘛，就1。哎，好，就该这样。那么有请我们田老师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念一下今天的这个第1题的题干。飞雪落红尘邀请函，古宅迷踪中一共有多少个手电筒？那这个题其实对我来讲是有点亲切的，因为这个卡我录了啊，当然你们也录了，是吧？这话正要正欲反驳，我跟你说，真的是。但是我印象当中，起码陆景和手里是拿着手电筒的，也就是说至少有一个。然后你们可以回忆一下，当时录的时候你们手中有没有手电筒？索然，我好像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戴有围巾。对，但是他手上拿没拿东西，我还真没在意，应该手上是没有的。我记得夏燕，我记得他那个动作我很清楚，他是蹲在前面的，好像只有他一个人是蹲着的。但是他有没有拿手电筒，我真的有一点恍惚。现在莫弈应该是没有拿手电筒的，因为那个他进了屋之后就眼镜就起雾了，他好像在擦眼镜。可是我觉得除了我们4个以外，主角有没有拿手电筒啊？不可能是只有一个。对，我觉得也不可能。对，我觉得2只3只都是可能的。如果只有这么多人只拿1只，我觉得不太。主角拿1个，那就是2只，那就是我们大家的最终答案就是2，好不好？好的，那我们来揭晓一下这个题板之后也是有答案的，我们来揭晓，撕开看一下。飞雪落红尘邀请函，古宅迷踪中一共有多少个手电筒？集思广益啊，众人拾柴火焰高，怎么样？啊，邀请函再来2只，答对喽，旗开得胜啊！第1题答对了，马上进入下一题吧。既然第1题都答对了，下一题应该也很顺利。下一题哪位老师来报个数字？来，哪位老师呀？那我来吧。好，我们金老师。
老师，他报了1，那我报一个7吧，好不好？7，来，我们看一下啊，题干是该曲目这个是应该是有音乐的，就该曲目是哪个活动的配乐？我们现在要听一段音乐，然后看看这个曲目是哪段活动的音乐，请4位老师来好的回忆一下，来猜一下。那么有请我们工作人员。哦，我知道这个音乐元素很清楚了。对，这个音乐元素，陆哥你来。我能说出左岸那张卡是赤响，没有人在意那张卡是什么，人家说的是一段音乐。这个活动叫啥来着？活动叫什么？就是叫什么来着？几个字儿？5个字儿？5个字儿。狂沙是狂沙什么？狂沙的什么？狂沙的呼唤，狂沙的呼唤是吗？对，是的，我觉得是狂沙的呼唤，是不是？狂沙这种打狂沙的呼唤。好，那我们差不多，我觉得8、9不离10。看看啊，狂沙的呼唤。哎呀，又下一城，完成一半指标，完成一半任务了。那么第3题，哪位老师要报个数字吗？我们谁来？姜 Sir 吧，我来。那就姜 Sir 来。那就第2题吧。第二题，好的。来，请姜 Sir 念一下题干。消失的黄金活动邀请函，椰营海风中，烤鱼的人是谁？就是椰营海风，就是有篝火嘛，然后对围着篝火围着。最近景的好像是莫弈和左然，左然是蹲着的，好像莫弈是背对着的。最远的好像是夏燕还是谁？这个按说，那这几个人谁的厨艺比较好啊？反正我记得当时莫弈坐那儿了，但是具体烤没烤，他可能烤点什么，他做点什么小点心还行，但是烤鱼我没听说过。左然烤没烤我不知道，反正左然是在篝火前方，对，正对着镜头的，等于是选左然。哎，我这已经撕开了，答案是不知道谁在烤。这个鱼好像是自己蹦上来的，在这火上一直烤着。哎，我可以狡辩，听我怎么圆。我觉得是左然在烤鱼。你看左然那只手刚从那个鱼上面可能放完佐料之后手下来，你看看像不像左然？我觉得这个动作是说他放佐料的这时候是这样的，是吗？你要非说也是莫弈在烤鱼，他那个手两个手这么攥着，好像是借位的话是攥着。我只能这么说，这个场合呢，也许左然，也许是莫弈，但是答案上给我们写的是不知道谁，那我只能遵从这个答案的指引了。这道题，好吧，非常遗憾，4位老师没有答对啊，错了1题了啊。那我们进入第4题了，第4题哪位老师呀？那就我来选，就第3题吧。第三题好，就是循序渐进了吗？就直接来吧。那请陆哥念一下题干。根据截图内容说出该截图属于哪个活动。这是那个校园那个活动，对不对？但是这个活动叫什么来着？对，青葱岁月那个。青葱2个字都对了，青葱巡礼嘛，对不对？好 ，OK， 青葱巡礼，对，青葱巡礼，对不对？来，撕开看看答案。青葱巡礼，第4题答对了啊！现在是3题对，1题错，还差一题就达成了，很快啊！这个，那我们第5题是哪位老师？那就再回到我呗，好不好？没有任何好，来吧，好，你来吧。活动剧情中只有1人没有收到邀请函的活动是？我知道那个没有收到邀请函的人是谁。是谁？是夏燕，夏燕是唯一一个没有收到邀请函的人。然后那个活动是，是拍卖的那个拍卖会的那个。对，没有邀请拍卖会的邀请夏燕去拍卖会。活动叫什么呀？活动叫做什么？想想啊，这必须金贤老师来回答。哎，是那个直升飞机那个活动吗？哦，飞雪落红尘是不是？哦，对。3、2、1，走！飞雪落，没问题。还剩3道题了，哇，只错了1道，很强。哎，已经达标了。对啊，已经对了4道了。现在还剩4、6、8 3个数字。来6吧。主线剧情中，
普陆号爆炸后 N2X 一行人是怎样脱险的？刚才的对话中已经透露了答案，已经透露出来了。金贤老师已经说出来了，刚刚。直升飞机。来，我们拉开答案看看。哇，一字不差，直升飞机。肯定是这还用问？陆家的，对，陆家的，陆家的。而且这次没有被罚款哟。那么还剩2题，4和8，哪位老师哪个数字？那就8先吧。好的，8，来，好，金星老师来念一下题干，这一题是什么？8是该曲目是哪个活动的配乐？又是一个，又来了，又要听了，又要听了。对，大家准备好没有？我们听一下，来，请工作人员放一下。哦，钢琴。钢琴。这个听的有点不是很清晰，是吧？要不再听一遍吧？还想再稍微多听一点吗？对，是的。好的，那么工作人员辛苦，我们再多放个5秒左右。这是不是告白的时候的那个音乐？是吗？啊，对，周年庆的时候，对，温暖有回忆的感觉。是什么？叫什么名字？活动？绯色盛典。我们来揭晓一下，绯色盛典。绯色盛典。是的。恭喜老师们又答对啦！那么就剩最后一个问题了，哪位老师来念一下？根据截图内容说出该截图属于哪个活动，还是截图内容和活动？这个我觉得很明显，是不是很明显？比较明显啊，还是很明显的。这太明显了，挺明显的。古风嘛，古风，有古风呢？对啊，我们目前为止只有一个古风的活动。刚刚也说过了。对啊，对。哦，好像是飞雪落红尘，刚刚也说过了。对的。好的，飞雪落红尘没什么问题。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啊，我们撕开看一下。太棒了！哇，完全答对了，厉害！好的，感谢4位老师啊，这样8道题只答错了1道，对不对？太强了，肯定是解锁了我们第1轮的兑换码奖励。大家可以在屏幕上看到这个本轮兑换码的名称及内容，记得及时去兑换哦。那么我们开始下一轮的游戏，就是大家最熟悉的你画我猜啊。我们事先呢为4位老师准备了题板和马克笔，在吗？我们老师的看一下，在不在身边？我的题板和马克笔。看到了，姜 Sir 已经拿起来了。好嘞。好，陆哥也拿到。金星老师，4位老师都拿起来了。好的，4位老师呢可以通过画画的形式来回答接下来的几道问题。那么在这个环节里呢，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小礼物。本轮的游戏结束后，4位老师将从自己所画的所有的画中，每个人挑出一幅自己最满意的画，签名作为本轮抽奖的奖品，也就是这个小礼物送给大家。那我们就马上进入第1题吧。第1题的题目是：过去2年中对角色的印象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道题呢，因为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题，为4位老师准备了一个专用的题板。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分了3块，分别是这个初印象、1年前的印象和现在的印象。所以呢，需要3位老师画3幅画，作答时间是90秒。对我来说，10秒钟就解决问题了吗？我已经有预感会出现什么样的画面了，10秒钟解决问题。那我们开始了，好，开始计时，开始了。哎呀，天老师，你已经犹豫掉了几秒钟啊！我现在就想知道10秒钟到了吗？好难啊，投入啊！等一下，陆哥，你的10秒钟是不是到了？就是啊，你不是10秒吗？ 10秒是不是已经完？哎，好了，已经完成了。哎呦，我天哪！怎么？陆哥已经把他的大作给我们先瞅了一眼。让我想想我怎么说啊？几位老师先画着啊。就是说，用10秒钟时间作画，用80秒来思考怎么样把它圆好。对的。
还有最后30秒了，只有30秒了，只有30秒了，大家赶紧哦，可别跟我说现在还在画第一幅。我刚画完第一幅，别这样，那后面只能加速了。好吧。田老师那个第一幅确实就够他画90秒了，我可知道初印象田老师那幅是个什么画。你还记得？当然。10、9、8、7、6、5、4、3、2、1，停笔。田老师还有姜 Sir。哎呦我的天哪！哦，不可以，我再补2，不可以，咱还补了3笔，我就补了3笔。我想表达充分一些。好，那我们就请我们的金贤老师先开始我们从金贤老师开始。那从我先开始，我可以。我今年这个画风改变了，我开始向赵露老师学习了，这种极简风的这个方式啊。首先我先带着大家回忆一下，在最早的时候，这个画了一个就是像晴天娃娃一样的，然后后面有一个小太阳，然后觉得夏燕给人的初印象就是一个非常阳光，然后散发着无限能量的这样一个人吧。然后在1年前呢，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谓的告白时期的前后，虽然说他当时跟我们的主角告白了，但是他当时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的随身携带的那些药。夏燕的身体不是很好，导致他有很多的想法和自己很多想要去追求的东西都没有办法有勇气去追求。然后呢，这个是最新的，大家也看到了，这是一颗爱心。我觉得今年尤其是最近，然后相信大家也是马上就能够体验到的内容，就是我觉得夏燕已经在慢慢的就是向主角敞开自己的心扉，然后呢他慢慢的不再被过去的自己身上的一些东西所束缚。所以呢，我觉得这颗爱心是代表他现在，然后我希望在未来这颗爱心可以彻底的打开，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颗心里面的东西。说的好啊，这是完全掌握到了这个赵氏画法的精髓，是吧？是不是？好的。好，那我们这个赵氏画法的宗师是不是可以登场了？就虽然我们画是印象派，但是我们的表达要是浪漫主义的，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对吧？初印象的时候我就画了一条直线嘛，我说左律师他正直严谨，对工作对事业都一丝不苟，包括对自己的生活，大家看他的作息表都能够看得出来。对我觉得他给人的感觉初印象就是这样的，每一根直线真的是能够代表他。那1年之后呢，对自己情感的这种表露，对自己情感的这种方向，包括他和律师之间的这种情感的这种进步，其实也就像这样的一条直线一样，朝着一个最美好的目标而去行进。对，那现在的话，除了一条直线之外，我旁边画了一点，这个在我们立体几何里面叫辅助线啊。我想大家在左然的这张生日卡日夜相生当中就能够感受到一点，左然他可能会遇到一点点的小小的这种麻烦，包括一些人或者一些事对他的三观，对他的价值观，对他的处事风格可能产生了一些冲击，让他会多多少少有一些执着不前，包括说对未知的这种不确定性，我觉得可以用这个辅助线这样的去代表。当然它整体的这种架构，包括说整体的这种心境包括他对律师的情感，肯定还是像一条直线一样。包括我们新的这个主线，大家也都玩到了，主线当中左然说的一些话，包括将要挂电话之前说的那句话，我相信你可以处理好一切事情的，晚安。其实这句话就已经代表了很多的东西了，各种内容大家慢慢的去品读吧。不愧是宗师级的解读啊！谢谢。好，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姜 Sir。这个初印象呢，还是这个眼镜和泪痣。我记得之前就是让我做这道题的时候，我就是基本上是这个答案。因为呢，最初莫弈给人的印象确实就是他更多的比较冷静啊，比较理智啊，而且整体的状态非常的从容。然后第二个呢，这个1年前其实画的是一个墨镜。1年前呢，这个莫弈呢就开始总是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惊喜。刚刚认识的莫弈的时候，没有想到他居然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他做起来呢也并不违和比如说在那个有一个潮流活动中莫弈也弹起了键盘
啊，还有就是有一次在思酿的那个剧情中，啊，他也是啊，就是喝了点儿，然后呢就是开始撒娇啊，那所以我画的就是他这个戴着墨镜，已经跟第一印象反差比较大的一个状态。至于现在呢，画的不是很成功啊，我是觉得他回复到了一种很松弛的状态当中。在这一年的剧情里呢，墨翳变得就是越来越粘人，而且还会不仅会撒娇，还是会吃醋。它有的时候就像一只猫一样的，只要离开了主人呢，就自念成疾啊，仅凭思念度日。然后更多的墨翳现在就展现出了它比较温柔这样的一面。然后我画的就是它这个状态呢，比如说，你看后面还扎了一个小揪揪啊，然后刘海也很长很碎乱，就是非常的松弛的一个状态，会给人感觉非常的温柔啊。我觉得这就是墨翳给我从最开始到现在的一个印象的一个汇总吧。好的，谢谢姜Sir。到我了，我给大家看填的也不好，大家看啊，这个我尽量还原了，这是第一年画的时候。我就是说最想突出展示的是关于陆景和的多面，他跟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处世之道。这个所以会画的，虽然是一个人，但其实颜色、表情啊都不一样。然后呢，到了1年前，我觉得其实陆景和让我觉得他是就像一个礼盒一样，我们的主角跟他关系更进一步。其实每天陆景和都在想办法怎么给生活惊喜，而且他也更多的展示出他多面性。你看礼盒的这一面，写着一个 Z， 就好像他代表他画家 Z 的一面，然后这一面画着一个小笑脸，对我们主角总是笑脸相迎，而且很温柔。这个其实是最后添的那几笔，但是可能添的不太好。我想画一个愤怒的表情啊，他对某些事情的时候还是很有主见，很下得去手的。然后到了现在的话呢，我就觉得随着我们主角一点一点的发生了更多的情愫，他把这个礼盒每天都在拆一点，好像是完全拆开了，然后里面的小人插着腰，让陆景和能够更本真的在我们主角面前做他自己，跟主角能够更好的走下去，这是我觉得现在的感受。就这样。好的。然后我们进入第二题。第二题开始呢，我们就要用通用的这个题板了，而且作答时间就更短了，就60秒啊，1分钟。第二题呢是所有的思绪故事中最喜欢的是。好，我要开始画了。好的，那我们准备开始计时啦，开始喽。稍等，笔还没开始了。没事，我还是先让大家50秒，没事啊，已经开始了。我在还没有说开始的时候，金老师已经开始画了。我说了开始以后，天老师还在找笔，当然还有陆哥在这儿杵着。对，我看着几位老师画，对，让几位老师50秒。倒计时30秒喽。还有30秒啊，那我再等等。真的，陆哥你太强了，这个印象派的，我们的印象派的另一位已经完工了，姜 Sir 也完工了。10、9、8、7、6、5、4、3、2、1。冷泉老师，你给我5秒钟时间，还真的是给对了，5秒也就够了，真的。哎呀，我这嘴贱啊！好，那么还是我们从金贤老师开始。首先我跟你说，我觉得简直是绝了。我这个既扣我这张思绪的名字，然后同时还包含了这张思绪里面的情节。这个月亮肯定是代表晚上，然后水呢，大家也说代表水的波纹。那这张思绪是什么？就非常简单，这张思绪叫做暗一，就是黑暗的暗，涟漪的那个漪，并且这个故事呢，也是发生在一个月黑风高的这样一个夜晚。在这个故事里面，主角在一个浴缸里面帮夏燕去擦拭伤口，所以这里面又有水，又有这个月亮，然后。哇，真的绝了！我就没有办法再夸赞我这个画作了。我跟你说，抽奖最佳画作我已经选好了，就它了。然后我说一下为什么这张思绪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呢？我觉得
首先，它那张卡面非常的漂亮，同时这张卡里面夏燕呢，她切换了2个不同的身份，一个呢是对待我们的主角非常小心的呵护，然后同样呢，她还要为了掩饰自己的身份，然后以另外一重身份去跟这个做交易的人吧去做交易。那这一面是展现了他非常的冷的这一面，这2面呢同时出现在了同样一个场景、同样一个情节中。当然了，里面还有很多很迷人的小细节啊，然后我相信我们的玩家都非常的清楚。总之，这张卡在我心里面就是神卡，刚好是夏燕的这张生日卡，加上我这个画作，我跟你说就绝了。各方面都是绝，印象派旗开得胜啊，先下一城，也该宗师登场了。日夜相生这个不用说，进化后的一个卡面，对我用极简的方式3笔把它给展现出来了。那我是觉得这张卡为什么喜欢？首先，就像金香老师说的那样，是生日卡，是佐然的，也是佐然的生日卡。包括在这张卡当中，其实我们会窥探到佐然他自己内心的一些，不确定性，或者说这种迷茫。佐然和主角在露台上去吐露心声的那段话，吐露出佐然对于身边的人，对吧？对于身边的一些事，对他的这种3观，对他的这种价值观进行了一些冲击，让他会有一些慌张，有些措手不及。包括在这张卡的这个进程当中，也会看到佐然用另外的一种身份，相对恶的一种身份啊。虽然这是一个真戏假作，但是大家能够感受到佐然在那种不同情况之下说他的演技，或者说他临场的这种反应，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让人难忘的一段。当然最后这一段就是像卡面这样的这个进化后的这个那一段就无需我去累述了，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的明白，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了。所以我觉得日夜相生这张卡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张。厉害厉害。那么下一位我们请我们的姜 Sir。我画的是昔年之父。这个思绪故事当中呢，就是莫弈呢更多的向主角袒露了自己的过去。因为莫弈自己是一个小公爵嘛，他身处在哈斯普兰家族当中，这个家族当中有很多的斗争啊，还有一些就是类似漩涡一样，就是让人很不舒服的东西。所以其实莫弈拥有着一些不那么美好的一些过去但是呢，他跟主角成为恋人之后呢，他愿意更多的把这些不算美好的这些过去呢分享出来就非常坦诚的面对自己的恋人这对于他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变化，所以我觉得还是令我印象蛮深刻的。谢谢姜 Sir 呀，光是在60秒内画这么多头发已经很厉害了。我还可以再补点还好了，那么压力又到了我们最后一位天老师这儿啦。这个是吧？下笔总是比别人慢那么一丢丢，这怎么样？我们看看。但这次我没有什么压力。来，这个画很特别，我要竖着看。大家看一下。给我们主机位看一下，怎么样？我画明白了吧？清晰清晰。是一个耳朵。是一个耳朵，然后呢，这个耳朵上面呢还有2个耳钉，这就是我画的最重要的部分。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炽盛不息这张卡牌，我对它印象很深刻陆景和扶着镜子，照着镜子里面的自己，而且当时他用手扶着右边的耳朵还纱布蒙在上面。就是这张卡牌里面讲述了为什么陆景和当初打这个耳钉。他那个时候他就想做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所以他就创造出了 Z 这个身份。这张卡牌里面，也是揭露了陆景和的一些过去的心境陆景和自己也说了，他身上有很多的标签，他的一切呢都是陆家给的。以前他对这些是接受的，而他身边的好多人其实都只能看到他的一部分标签，甚至是利用这一部分标签。但我们的主角在认识了陆景和之后，能接受陆景和所有的标签，所以这让陆景和也产生了一种贪念。我觉得这段感情很有趣，这个故事玩起来很过瘾，所以我就把它记录了下来。而里面我印象最深刻的，我觉得有标志性的就是耳朵上的这个耳钉，画的相当好是吧？很清晰，厉害厉害厉害，谢谢丁老师。那么我们第2题就到这儿告一段落啦。4位老师都画出了自己的精髓都很有意思画的。第3题是这样的，所有的剧情中印象最深刻的瞬间是？我们开始计时喽。好，
是我的错觉吗？为什么天老师每次起步都比别人慢？当大家在奋笔疾书的时候，天老师在拔笔盖。是不是大家都抢跑了呀？没有，我是晚跑。哎，陆哥依然在等待最后的5秒钟，是吗？这个我得思考思考，我得思考思考， Okay, 看看怎么画。我想想，好的，已经还剩30秒了，60秒真是过得太快了。话音刚落就30秒了，太快太快。哦，感觉姜 Sir 好像已经成竹在胸。成竹在胸。好，完了，完成了，完成了。嗯，最后10秒喽，10、9、8，印象派怎么了？印象派7、6、5、4，印象派怎么了？印象派3、2、1。我们还是从金老师开始，来给我们说一下你新的流派是怎么样的。新的流派，反正，哎，不知道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哦，这是一个旋转木马。对，因为我特别清晰的记得，在这张思绪中呢，夏燕跟主角然后去到了一个游乐园里面。其实游乐园，我觉得是每一个人对于这个浪漫的都会有幻想的地方吧。然后我当时也是看到主角和夏燕在这里面的时候，觉得哇，真的就是所有形容浪漫的词语都没有办法形容他们当时的感觉。然后呢，我记得里面有一张插图。2个人从旋转木马下来，然后互相依偎着，然后这个画面就是特别的唯美，特别的浪漫，所以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然后这张思绪的名字叫做《执愿》。好的，谢谢金老师，带我们陆哥来。OK， 看看大家能看得懂吗？哎呦，不是，这是一个地铁标识，地铁标识。这张思绪大家都很明白，对，有地铁情愫的，其实就是左然的那张《好缘成双》，记录了左律师2次去云霞寺不同的心境。第一次去的时候，左律师刚刚翻开《恋爱心理学导论及实操方法》，然后呢，第2次去云霞寺的时候，左律师就和主角步入了康庄大道。对，情感就有了一个质的飞跃。这2次去云霞寺，左然的这个不同的心境，其实也代表了我们这2年来左然走过的一些心路历程吧。对，所以我觉得印象是非常非常深刻的这张思绪。有那味儿，有那味儿， Okay， 有那味儿，有这味儿，有那味儿，有那味儿，可以了，辛苦了，辛苦了。好的，那轮到我们的姜 Sir 了。姜 Sir 在前面中途就已经感觉放下了笔，非常成竹在胸的表情。因为这次确实画的相对没给自己出难题了，我不画人了，我是画这个场景里的重要道具。可以看到一张床，床上还有枕头，还有褥子。这个思绪的名称叫玉玉，啊，这个插画的名字叫惺忪，就是莫弈有一次他就赖床撒娇，因为他自己觉得，哎，是不是我生病的话就可以跟主角有更多的相处时间了，啊，所以他就这个假装生病，趴在床上在这赖着，啊，然后呢，结果呢，他就要什么来什么，他就真的发烧了，啊，而且呢，主角过来照顾他，他还不想让主角离开，就展现了就莫弈非常孩子气的也比较可爱的一面，所以我就画了这张床，因为是一个反差很明显的，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场景，对，记忆犹新。对。那么田老师啊，我画的是玫瑰和蛇，这个思绪叫做情难自溺。里面的画呢是，我们的主角被绑架了，然后被解救之后，主角和小陆总2个人相拥而眠了。但是我为什么要画这个呢？是在这个故事里面啊，我们把玫瑰和蛇的关系作为了主角和陆景和关系的暗喻，而且呢，里面有一个引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世人不知道而彼此知道的互相信任与爱，这种私密性特别强的情感，谁不想要呢？所以我对这个思绪印象特别深，而且这个暗喻很有神秘感、仪式感，就把它画出来了。好的，谢谢四位老师。那么我们进入这个环节的最后一道题了。我们这道题的题目是：所有 AU 剧情中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么我们太简单了60秒时间就开始了。
OK， 这个我得思考思考怎么画啊。哎，宗师都被难住了。思考的过程啊，跟作画的过程其实是不一样的啊。可能思考是需要50秒，作画只需要5秒钟或者还是5秒钟。对，看看该怎么呈现啊。你不是想该怎么呈现，你是在想怎么扯吧？对。还有30秒了，很快啊，很快啊，很快啊，30秒真的是。姜 Sir 在健笔疾书，刷刷刷。田老师好像陷入了一点迟滞的状态。我想画的陆哥完成了，不愧是印象派，还是如此迅速。收笔，哎，开始想想怎么编。好的，最后10秒啦，10，哎呀，9，8，7，6，5，4，3，2，1，那我们先让我们的金星老师，也是比较成竹在胸的感觉啊。哎，看一下，哎，这是很明显，是不是？这是明显一把匕首，其实就是在我们的狂沙的呼唤这个活动中，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在这个剧情里面呢，夏燕是作为在那个背景下的一个渡鸦，并且是一个刺客的身份，他手持一把匕首，其实也是依然他在这个故事里面也是有他非常冷漠的那一面，但是同时呢，他依然是我们主角的守护神，一直在守护的主角，所以我就是觉得，夏燕不管在任何一个世界里面，不管他的性格是怎样的，但是他对我们的主角永远都是非常忠诚的在守护的这样一个心态。所以我觉得，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然后这张思绪的名字叫做《昼夜余响》，这张思绪也非常好看。然后他的那把匕首，虽然我画的比较简陋啊，但那上面还有一些宝石。我现在觉得这张是我最喜欢的了，有变成代表着守护的匕首，一听就特别有那味儿。印象派大师到您了。可能大家会觉得就是我画的这个图跟去年画的那个两性无间非常的相似啊。我印象最深刻的也有剧情是《飞雪落红尘》当中左然的那张思绪，也有蔓草，对，这是进化后的一个样子。之所以印象深刻的话，我是觉得左然在这张思绪当中展现出他不同于以往的一些表现吧。当然，他的所有的这些初衷和出发点都是为了保护主角而做了一些可能是稍微有一点点过分，甚至是做了一些有些偏恶的这样的一些举动，我觉得很特殊，非常的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张卡，这张思绪给我的印象是最深刻的。当然，我们之前也说到，这个赤响其实也是非常棒的，但是我还是选择也有蔓草这个思绪。不愧是画伯，不愧是宗师啊！你看这个短短几笔啊，这个透视，这个位置都表达得很精准。谢谢。好，下一个就轮到我们的姜 Sir 啦。刚才我感觉画的还是非常的，下笔如有神呐。给大家看一下，能看出是什么吗？感觉还蛮明确的啊。对，这个就是我画的是渡月烛光这张卡，然后呢，其实是一个权杖，画了一个权杖。因为在这个情绪当中呢，是莫弈是作为一个祭司出现的，但是搞笑的是，莫弈虽然是一个祭司，但是他根本就不信神，而且呢，他还引导着主角违抗神的旨意，这跟莫弈一贯的这种理性啊、这种理智啊都是一致的。他认为呢，事在人为而非天定，他这个理念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这个我觉得画得非常精准啊！谢谢姜 Sir， 谢谢。最后还有压力吗？我们的田老师这么多轮我有压力，因为这一张我画的我觉得不太好。这一张是这样的，怎么样？大家有小人能看清？有小人儿。对，姜 Sir 说对了。我感觉还把这个位置啊，这个场景都画出来了。哇，冷泉老师，我好感动哎！你看懂了，是吗？你看懂了，对，真的有场景。
我想让他就是画一个房子，一个小人在里面画画，然后这个就简单的线条就勾一下这个房屋的这个线条哈。然后呢，这是一个卷轴挂在墙上，然后有一个小人当然他就是陆景和。陆景和在主线剧情中他是一个会画油画的人嘛，这回他拿的不是油画的画笔，而是毛笔，是 AU 剧情里面的这个画唐春的段落啊。为什么我对他印象深刻呢？我觉得一直我都很喜欢古风的，在这里面把古风的元素融入进来，然后呢，这里的陆景和又展示了性格不一样的这个侧面，他甚至于对我们的主角生气，还想把我们的主角留在画里，哎，等于说这两个从古风的元素，从陆景和在主线中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这种情绪，这两个碰撞出来又有不一样的火花，所以给我印象很深刻，而且我特别喜欢拿毛笔的陆景和，就把它画下来了。我们田老师最后的最后啊，这个居然把场景都已经画出来了。好的，谢谢4位老师，感谢4位老师精彩的作画与分享。4位老师的画都已经全部画完了，对不对？那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了，要选出一幅自己最喜欢的画，作为本轮抽奖奖品送给律师们。我选的就是我刚刚最后手中这一幅匕首的这张，非常具有代表意义。然后我希望夏燕他可以像这把匕首一样，然后一直守护着我们的主角，守护我们的玩家。然后不管是哪个幸运的小伙伴抽到我们这张，都可以得到夏燕的守护。我想了想，最后可能还是会选择这是第一张角色印象的这张。我觉得它是我们未定事件部2年来走过的一个标识，一个印记，也代表了2年来左然的一些变化。包括给到大家的一些惊喜也好，希望也好，它的所有吧，我觉得都可以在这幅画当中能够引申的大家体会到啊。对，我如果不说，大家可能就像姜 Sir 觉得这也能称之为一幅画，对吧？但是经过我一描述，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意思，所以还是这幅。好的，谢谢陆哥，谢谢。好的，轮到我们姜 Sir 了，姜 Sir 选的是哪一幅呢？我选的是这个权杖，我觉得还是蛮成功的。莫弈他认为呢，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什么神，或者说神的意志并没有那么重要，更多的应该是事在人为。那么最后压力又来到了田老师这里。我也选了我这幅角色印象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纪念吧。其实每个人对每个角色的印象都不一样，而且不同时间都在改变。我觉得把这个送给我们的幸运玩家，留作一个纪念吧。这是我自己的体会，送给他。谢谢4位老师。既然4位老师已经决定好了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本轮的抽奖啦。本轮抽奖将抽选4位幸运律师，